第81章，星之上将。叮当，克莱恩骑着雷帕德刚完成的脚踏车，在他房屋后面的草坪上转了几圈，还不错，和我预想的一样。不过没必要单独弄一个摇铃，遇到状况的时候，骑行者很难抽出手，完全可以把铃铛和车把手结合，这样更方便、更简洁、更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克莱恩右手捏拢刹车，让脚踏车迅速变慢，停了下来。与此同时，他把左手持握的摇铃放回了原本的位置。雷帕德沉思几秒道：“对，确实应该这样。我只是单纯的模仿马车摇铃，忘记了我们这是全新的交通工具。”说到这里，他略显疑惑的看着克莱恩熟练下车，弄好了支架。你给我的感觉是，你曾经骑过类似的交通工具，而且骑得很好。我确信市面上别的脚踏车都存在很大的缺陷，和我这辆有明显区别。共享单车了解一下。作为小丑，我其实该骑独轮车。克莱恩无声吐槽了两句，微微笑道：“这和经验没有关系，出色的平衡能力和运动能力才是关键。”他旋即岔开了话题，但听你刚才的介绍，成本相当高，和我们产品的定位有不小的矛盾。你必须尽快拿出方案，降低成本。你要知道，贵族、富豪等有身份的上流社会人士肯定不会选择自己汽车，这有失体面。年入300磅以上的中产阶级也一样。我们的目标是小职员，是邮差，是所谓的工人贵族，也就是年入70到300磅之间的阶层。这只是原型。罗塞尔大帝发明的词汇，成本高很正常。后续的工厂化环节如果顺利，我认为降到6磅以下不成问题。如果能找到可以替代天然橡胶的便宜材料，那就更好了。这是最昂贵的一部分。雷帕德早有思考的回答道。可惜这个世界还没发现石油，也不知道究竟有没有提炼的煤焦油能代替它在这方面发挥某些作用吗？我完全不懂啊，我既不是学这一行的，也不是通识者。克莱恩想了想道，成本如果能控制在4磅以下，那我们就发财了。至于代替天然橡胶的便宜材料，你可以去翻一翻罗塞尔的手稿，也许他有记载一定的想法。雷帕德轻轻嗯了一声，突然开口道，说起这件事情，我才想到下周有一个罗塞尔大帝纪念展览，就在王国博物馆，由蒸汽与机械教会主办，据说会有罗塞尔大帝的发明原稿和各种遗物。发明原稿和各种遗物，克莱恩听得怦然心动，当即追问道，具体在什么时间？我很感兴趣。下周2到下周5，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6点。虽然罗塞尔大帝曾经是王国的敌人，但他传奇人生的魅力不会因此而减弱一点。我会抽空去看这个展览的。克莱恩掏出胀鼓鼓的钱包，拿了2张10磅、2张5磅的钞票出来，这是第2期的款项，你用它研究怎么降低成本，并到专利局做最完善的申请。如果你没有熟悉的律师，我可以介绍一位。最后的那20磅下周给你，用来寻找新的投资者，完成产品的工厂化。当然，我也会帮忙接触有兴趣的人。他没想过独占自行车的利润，首先是缺乏大规模投产的钱，其次是他认为自己在工厂推广和销售3部分都没有足够的人脉，勉强自己做或雇人做，费时费力还未必成功，甚至可能亏本。既然这样，不如引入有类似资源和渠道的新投资者，专业的事让专业的人做。另外，更重要的一点是，这么一来，他有机会提前变现一定的股份，为之后晋升无面人所需的资源积攒部分现金，免得遇上却没钱买。而且我也没想过做自行车大亨，我身份敏感，成为无面人前，得远离可能变成社会焦点的事情。我将扮演的是魔术师，而非商人和工厂主。克莱恩在心里感叹了2句。我认识好几个事务律师。雷帕德嘟囔了一句，接过了第2期投资，为什么不去银行申请贷款？等拿到专利，我相信肯定有银行会借钱给我们，比如贝克兰德银行，比如巴伐特银行。我们引进的不仅仅是投资，还有渠道、关系和能力，明白吗？克莱恩笑着解释了一句，接着戴上帽子道，等申请好专利，寄一封信给我，你知道我地址的。苏尼亚海上有一座耸立着死火山的岛屿，一条条竖着桅杆、挂着风帆的船只陆续靠岸，挤满了那个不算小的码头。海盗们的歌声、吼声、笑声、怒骂声、欢呼声不绝于耳，让这里似乎变成了狂欢的海洋。倒吊人阿尔杰威尔逊走下幽兰复仇者号，登上不远处的峭壁，安静地眺望着这一切。除了4位王者和7大将军，别的海盗都是1周前才得到这次盛会的消息。
大部分根本赶不过来。这也是在防备各国海军和各大教会的强者突袭。阿尔杰精神并不集中的看着那些海盗搬出一桶桶麦酒。他知道鲁恩王国已经有了划时代的铁甲舰，但并不担心会在这里遇上，因为那才过去了4个月，而宣传中的无敌舰队还需要更多的铁甲舰，需要不同类型的船只配合，需要培训军官、水手和炮手，没有1年以上的功夫，根本形成不了真正的战力。就在阿尔杰思绪分散之际，船只和码头上那些海盗突然发出一声声惊呼，有的奔向岛屿深处，有的匆忙驾驭船只远离码头，就像在躲避恶魔和瘟疫。仅仅几分钟，之前热闹喧嚣的场景就只剩下狼藉与安静。阿尔杰转头望向海上，看见了一条通体刷成黑色的船只，它的桅杆上飘扬着一面巨大的绘有头骨的白色旗帜，那头骨以漆黑为底，眼窝里燃烧着幽蓝色的火焰。黑死号。阿尔杰低语了一句，他明白之前那些海盗为什么要躲避了。疾病中将特雷茜所过之处，总会有人莫名其妙生病。黑死号缓缓靠岸，一道穿着白色亚麻衬衣、披着暗红外套的身影出现在了船头。这是一位相当美丽的女士，同时也是一位英气勃勃的女士。她乌黑妩媚的卷发高高盘起，缠绕着白色的头巾，双腿穿着合身的米色长裤，身姿修长，却不乏妙曼。而这位女士最吸引人目光的却是又长又直的眉毛和锐利明亮的蔚蓝眼睛。她顾盼之间，眸子偶尔会失去焦距，显得迷迷蒙蒙，分外诱人。因为混迹在海盗里的吟游诗人不知什么时候也来到了峭壁边缘，用呻吟般的口吻道：她永远都是少女，她果然带来了疾病。哦，我生病了。我的脑海里都是她部分离开的海盗又重新聚拢，痴迷的望着疾病少女特雷茜。阿尔杰忍着鄙夷的情绪，望了那些海盗一眼，在心底嗤笑道：真是一群没有前途、没有意志的家伙，刚才还知道躲避，现在就被美色魅惑了。虽然疾病少女确实很美丽，但也没到他们表现出来的这种程度啊。魅惑方面的非凡能力。他思绪转动间，疾病中将特雷茜离开了黑死号，向着岛屿深处的那座漆黑宫殿行去。这时，海平面上又出现了一条巨大的帆船，旗帜是环绕有10颗星辰的眼睛，没有睫毛的眼睛。星之上将加德利亚。阿尔杰轻轻颔首，无声自语，因为码头上已停靠黑死号和别的船只，那巨大的帆船没有进岸，转而绕到了避风的峭壁位置下锚。紧跟着，阴沉的天空忽然发亮，一点点璀璨的星辉洒落，于半空中凝聚出一道透明的长桥，从巨大帆船通往深处宫殿的长桥。一位女士登上了长桥，就那样漫步行走于半空。她穿着黑色的古典长袍，上面会有许许多多的象征符号和魔法标识，最为明显的则是一只神秘的眼睛，没有睫毛的眼睛。这位女士的腰间还悬挂有星象仪、短权杖等物品，就像民俗传说里活跃于第4纪的强大巫师。阿尔杰仰头望了一阵，突然微微皱眉，在心里疑惑自语道：那个星象仪给我的感觉很熟悉啊，就像是我之前得到的那个不知什么用处的古怪玻璃瓶，在我被愚者先生拉入聚会后就破碎掉的那个古怪玻璃瓶。皇后区偏北的郊外，奥黛丽带着女仆们，领着金毛大狗苏茜，进入了属于自己的那个庄园。小姐，恩马特港送来的货物就在前面，负责这处庄园的管家毕恭毕敬的说道。好的，奥黛丽轻轻颔首，半开玩笑的对身旁的金毛大狗道：苏茜，这是你的礼物。说话间，他们拐过了弯，看见了所谓的礼物，那是皮肤会随着光照而变化不同色泽的巨大犀龙，长足3米，即使趴着，高度也和奥黛丽的膝盖平齐。那是2条庞然大物，足以吓哭小孩子的庞然大物。汪！苏茜迷惑愕然的叫了一声，侧头望向主人，发现他的表情和自己一模一样，显然也没料到礼物会如此夸张。第82章材料奇。在奥黛丽心里，一直有这么一个潜在的认知：七彩犀龙等于七彩犀龙的脑垂体等于巴掌大小，表面柔软有丘壑感，不断变化着色彩的非凡材料。所以，这和面前长达3米、高近膝盖的庞然大物有什么关系？一时之间，他有些懵，等听见苏茜的叫声才清醒过来，故作满意的对管家道：这正是我需要的动物标本，只是比我想象的要大那么一点，你带领仆人把它们搬到仓库去，我空闲的时候再研究。是，小姐。
管家当即吩咐周围正偷瞧主人的男仆们干活。奥黛丽环视一圈，不再多言，领着苏倩进入了庄园主屋内的书房，并借口要专心写给哥哥的回信，将他带来的女仆们全部留在了外面。等解剖出来，就是2份七彩犀龙的脑垂体，一份用来换法尔斯曼兔的脊髓液，正好能调配成一瓶读心者魔药。奥黛丽逐渐摆脱了刚才的错愕和茫然，开始思考该怎么让苏倩晋升的问题。这个时候，他才想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他不知道苏倩究竟有没有消化掉魔药。如果还没彻底消化，那服食读心者魔药很容易造成失控。他不比人类，可以强撑过去。等等，他第一次就是强撑过去的。而且他现在的智商不会比10岁左右的小孩差。他都在学鲁恩语的单词了。他说他想看报纸杂志，想阅读书籍。奥黛丽默然几秒，瞄了蹲在旁边不明所以的金毛大狗一眼。苏倩，你彻底消化掉魔药了吗？消化？苏倩字正腔圆的疑惑反问。奥黛丽已经告诉过他，他之前服食的是魔药，并叮嘱他不要告诉别人，以及别汪别喵等有一定智力的动物。奥黛丽重而慢地点了下头。那是一种很奇妙很独特的感觉，体内似乎有什么虚幻的东西破碎了，与本身的精神融为了一体，你隐约能看见一颗又一颗的虚幻星辰，而你自身就属于其中一颗。这些星辰彼此吸引着，似乎想聚合为一体。苏倩安静听完，轻快地回答道，那我应该已经彻底消化了，我有过类似的感觉啊。苏倩彻底消化掉观众魔药了，可是没人教过他扮演法啊，我顶多偶尔提示他要多观察，要放平心态。奥黛丽愕然问道，你什么时候消化的？上个月，上上个月，或者更早。苏倩努力回忆了一阵，见主人的表情越来越古怪，忙摇起尾巴，怯怯地补了一句，我记不清楚了，我只是一条狗，我不会刻意去记这些事情的。汪只是一条狗，但你消化的进度只比我慢那么一点，难道以后和别的非凡者交流时，我要说在消化魔药这件事情上，我比狗强一点？呸！奥黛丽，你想什么呢？奥黛丽保持着优雅的笑容，礼仪性的赞美了一句，很好，我是说在消化魔药这件事情上，你做得很好。从雷帕德那里回来后，克莱恩悠闲地睡了个午觉，但没过多久，他就被虚幻层叠使人烦乱的祈求声给吵醒了。男性，倒吊人先生，还是小太阳，我魔药的主材料终于要来一种了吗？克莱恩仔细辨别了几秒，迅速忘记了被打扰的愤怒，飞快起床，逆走4步，进入了灰雾之上。他发现象征倒吊人的那颗深红星辰在收缩和膨胀，于是将手一伸，蔓延灵性，触碰了过去。惯例的愚者尊名后，倒吊人祈求道，我已经搜集好邪纹黑豹的脊髓液和精灵之泉的髓质结晶，请允许我举行献祭仪式，请您转交给世界先生，进度很快吗？倒吊人说最近会有一场海盗间的盛会，看来并非最近，就是现在。他说话总是有些藏藏掩掩，不尽不实。克莱恩微不可见的颔首道，可以一场简单的献祭仪式后，阿尔杰忍住了心中的冲动，没有向愚者先生询问星之上将加德利亚身边的星象仪是否和他有关。而这个时候，克莱恩已经将他抛到了脑后，正在欣赏摆于青铜长桌表面的2件非凡材料。邪纹黑豹的脊髓液是一管看似透明的液体，可若仔细观察，会发现它的澄清也是分层次的，越往下越透明，一节一节完美分割，充分满足了强迫症患者的想法。精灵之泉的髓质结晶则类同于褪色的鸡蛋，可似乎很薄，一碰就有可能破碎，不用摇晃都能听到里面有哗啦啦的流水声。应该可以从药师那里换到300磅的现金和配方的线索。我的魔术师只差迷雾树人的真实根茎和枝叶了，不知道小太阳什么时候能完成任务。克莱恩满是期待的想着。至于其他辅助材料，他早就在不同的店买齐了，比如水形宝石需要去珠宝店购买，自己磨成粉末，1颗5克重的大概2磅半。太阳代理克并没有让克莱恩等待太久，周3傍晚时分，他就小声的祈祷，告诉愚者先生自己准备好迷雾树人的真实根茎和枝叶了，并请对方转交给世界。迷雾树人的真实根茎呈心形，褐色，8丈大小，正面皱巴巴的，仿佛老者的皮肤，背后则光滑细腻，宛若宝石。它正轻微的膨胀和收缩着，似乎还有一定的生命力。它的枝叶则浅绿晶莹，一看就很好喝的样子。
克莱恩就那样望着他们，竟有点踌躇满志。在当代，序列期就是中序列的门槛，这意味着非凡者终于告别了只在某些方面比普通人强一些的状态，将拥有相对丰富的超凡能力。呼，克莱恩缓缓吐了口气，回到卧室，以自己召唤自己的方式，将非凡材料带入了现实世界。他没有额外去准备器皿，刷洗了厨房的铁质炖锅几遍，就开始按照先辅助后主体的顺序调配魔药。以小丑对身体的控制力，他很快完成了前奏，陆续把斜纹黑豹的脊髓液和迷雾树人的真实根茎放了进去。滋，让人牙酸的声音里，一阵浅白色的迷雾豁然腾起，又被无形之力强行拉回了铁锅内。等到一切平静了下来，克莱恩忙将里面的液体倒出，一滴不剩的倒入了早就准备好的透明玻璃瓶内。那液体相当特殊，就像一直有烟火在里面绽放，红橙黄绿等颜色不断外散，不断消失，又不断出现。这就是魔术师魔药。克莱恩将一磅面额的金币夹于左手拇指盖和食指之间，争得往上弹起，并摊开手掌接住。他这是在用占卜的办法确认自己调配的这份魔药是否获得了成功。啪，金币落下，人像朝上，表示肯定。克莱恩不再犹豫，收起金币，提上魔药，走出了厨房。此时天色已深，房间内的煤气灯尚未被点亮，四周一片漆黑，仅有靠近凸肚窗的地方有些微外来的光明，制造出浑噩昏暗的场景。克莱恩坐到沙发位置，用冥想的方式平复下内心的悸动，让所有的情绪短暂远离了自身。做完这一切，他拿高玻璃瓶，脖子一仰，将魔术师魔药喝了下去。咕噜咕噜，冰冷的魔药一路沿着喉咙往下，时刻都有无数的气泡在炸裂。克莱恩正体悟着这种刺激，脑海内忽然有庞大的信息流涌入，化成一朵又一朵的烟花绽放。他额头的青筋胀鼓鼓的凸起，脑袋都似乎快要被撑裂、撑爆了。不过，这对克莱恩来说不算太难以支撑的状态。进入灰雾前的恐怖一语和真实造物主的邪恶怒吼比这可怕多了。霍纳奇斯，弗雷格拉，霍纳奇斯，弗雷格拉，霍纳奇斯，弗雷格拉。缥缈虚幻的诱惑又一次回荡，克莱恩脑袋膨胀收缩，收缩膨胀，逐渐找回了思绪，开始能有意识的约束想法。勾勒光球，一点一点的靠近冥想状态。过了不知道多久，他的视线恢复了，同时感觉全身都痒痒的，其中以双臂为最。克莱恩忙挽起衣袖，愕然看见自己一条手臂皮肤深皱，宛若百岁老人，另一条则失去了颜色，变得透明，能直接看见里面的血管、肌肉和青筋。这难道还是有点失控？不，应该没有，这是残余的影响。克莱恩坐在黑暗里，坐在沙发上，前倾身体，警惕地注视起双臂的异常，就像那里在孕育怪物。他听见外面的街道上有行人路过的声音，听见斯塔林太太在迎接晚归了大半个小时的丈夫，听见萨默尔先生在抱怨街上马车太多，路面太窄，造成了拥堵。而这一切都与克莱恩无关，他安静地坐在黑暗深处的沙发上，看着手臂皱起的皮肤和透明的状态一点一点恢复。5-6分钟后，一切终于正常，克莱恩无声叹了口气。还好这个时候没人来敲门拉铃，我彻底消化掉序列8的魔药才选择晋升。都有这样严重的残余影响，那些靠时间打磨的非凡者，要想度过这一关，肯定相当困难，难怪队长用了9年。难怪恶龙酒吧的老板前代法者队长斯维因一直都不敢服食序列7的航海家魔药。又静坐了10几秒，克莱恩慢慢的站了起来。此时此刻，他已经是中序列的非凡者。此时此刻，他已经是魔术师。第83章，魔术师。前行2步，越过茶几，克莱恩活动了下身体，抖了抖手腕，未再发现异常。他望向凸肚窗外照亮了昏暗与阴沉的煤气路灯，若有所思的自语了一句，双手更灵巧，动作更敏捷了，就算没有非凡能力，只要用心钻研，我也能成为顶级的魔术师，这是他对自身变化的第一印象。而或职业者内部资料记载的一样，如果魔药会提供一定的法术能力，那服食之后，非凡者本身将有所察觉，把握到具体有哪些，就像对应的知识通过神秘的方式灌注入了脑海内，他隐于了精神中。刚才差点撑爆我的脑袋。克莱恩微笑摇头，仔细回忆起先前的感受和相应的法术。
不得不说，魔术师确实算得上强力的序列期，拥有不少神奇的能力，而且都可以快速施展。其中，克莱恩最重视、最喜欢的有3种。位居首位的是伤害转移，只要没有直接死亡，只要双手还能动，他就可以把要害位置的伤口转移至手臂等不太重要的地方，化致命伤为轻伤。这是实战保命非常有用的超凡能力。唯一的问题是，在序列期这个阶段，伤口只能在自己身上转移，而且机会只有1次。也许随着本身序列的提升，还可以往物品往别人身上转，真的很有一种魔术般的感觉。克莱恩畅想了一下未来。第2种法术是火焰跳跃，30米范围内，它可以在自身留下的火种和原本就有的火焰之间闪现，类似于瞬移，这似乎有借助灵界的特殊。可以很好的用来表演魔术。克莱恩在心里非常满意的自嘲了一句。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他对魔药的消化，随着他序列的提升，火焰跳跃的范围还会明显变大。第3种类法术的超凡能力就是克莱恩曾经在密修会那个燕尾服小丑处见过的空气弹。魔术师可以通过打响指、模拟声音等办法，制造威力和速度都不比特制左轮手枪射出的子弹差什么的空气弹，而且它的效果同样会跟随魔药的消化进度和本身序列的发展提升。克莱恩怀疑，到了序列5或者序列4阶段，自己可以手搓炮弹。这样一来，我就没必要再买手枪和子弹了，不，还是得再买一把。很多事情完全不需要暴露我有非凡能力，可以用枪解决的问题都不算问题。克莱恩微不可见点头，转而审视起另外的法术和类法术能力。第4种是纸人替身，关键时刻，魔术师可以短暂将携带的纸人变成自己，并与自身调换位置。这是一种相对简单的替身法术，除了能挡下致命一击，还可以有效的削弱诅咒伤害。原来这就是密偶大师罗萨哥携带的那些纸人的作用。他肯定很遗憾，因为他是被真实造物主污染，根本没机会用替身。这个法术最大的问题是需要提前准备材料，也就是剪裁相对精致的纸人。在第5季早些时候，带着类似物品的非凡者毫无疑问会被视为黑巫师，现在若是遭发现，也多半会被怀疑。克莱恩仔细思考了下纸人替身的用处和限制。第5种是类法术能力，叫做操纵火焰，顾名思义，就是能通过简单的一个动作，操纵周围30米范围内的火焰，也可以直接点燃这个范围里的某些物品。等魔药彻底消化或序列得到晋升，还能凭空召唤来焰流。第6种是制造幻觉，通过影响周围的环境，营造出具备色彩、声音和气味近乎真实的幻觉，达到以假乱真、欺骗敌人的效果。这算是魔术师的看家本领。克莱恩低笑了一声，走到凸度窗前方，踌躇满志的欣赏起街道夜景。第7种为虚假的水下呼吸，它的原理是制造一根无形的看不见的空气细管，让处于水底的魔术师可以借此自由呼吸，看起来似乎变成了所谓的鱼人。他的问题是，空气细管有长度的限制，目前阶段的克莱恩顶多能维持5米左右的状态，也就是说，水深一旦超过5米，他就有可能淹死。当然，魔药的消化和序列的提升都会带来空气细管实质的增长。第8种是类法术能力骨骼软化，这能帮助魔术师挣脱手铐、绳索以及箱子的束缚，同样是看家本领啊。克莱恩心情不错的想到。第9种是小丑画纸张为飞刀那种能力的进化，叫做抽纸为兵。它不仅可以把纸张化成锋利的物品，还能短暂变成棍棒、砖头等武器。这就是魔术师主要的9种法术或类法术能力。虽然没有攻击和防御都特别强力的类型，也缺乏足够诡异的种类，但胜在神奇和多样，让克莱恩的实力瞬间上了不止一个台阶。保命和逃跑上更是有所擅长，而且魔术师是具备快速施法技巧的。这个序列的非凡者不需要念咒，不需要灌注灵性，只用简单的一个动作就可以施展对应的法术或类法术能力。除此之外，魔药还让克莱恩获得了一些小戏法，但他们都没有太大的实用性，勉强可以算一个还不错的非凡者了。克莱恩无声感叹了一句。就在他打算出门溜达，顺便去勇敢者酒吧一趟，补上左轮手枪和子弹时，凸度窗外被煤气路灯光芒渲染着的绯红月华突然变深变浓了。克莱恩愕然抬头，发现半空的阴云和薄雾已然散去，比半圆多一些的红月清晰显露了出来。它的轮廓飞快丰满，
短短1-2秒的时间后，就变成了满月，赤红如血的满月，而这距离上一次满月才过了2周多。按照正常的历法，按照天文学的内容，下一次的满月还有10天左右。这是血月。克莱恩嘴唇微动，有所释然的自语了一句。在这个世界，月亮的变化是规律的，也是不规律的。普通时候，他和克莱恩上辈子经历过的一模一样，但每年总有那么几次，他会突然变圆，殷红似血。类似的情况毫无逻辑，有时1年只得1次，有时1年会发生4-5次。不管天文学家还是神秘学家，都无法解释这种现象，根本总结不出规律，只能暂时忽略这个问题，视为疑难之一，并开玩笑地说，也许只是女神突然心情不好，而女性的情绪变化毫无疑问是没有规律的。当然，不知道原因，弄不清楚实质，不代表没有相应现象的总结。在神秘学里，称呼这种情况为血月，认为它会带来负面情绪的攀升和爆发，认为它会让冥界、灵界的力量变强，死者即使没被唤醒，也可能爬出坟墓。这是今年的第2次吧。克莱恩立在凸度窗边，欣赏着澄清干净的天空，欣赏着形如圆盘、鲜红欲滴的满月，觉得自己的状态相当好。乔伍德区的某栋房屋内，今晚参加聚会，来不及返回圣乔治区那个2居室房间的福尔斯沃尔正盘腿坐于客厅的沙发上，边啃加肉加菜的新式面包，边披头散发的想着下一本小说的剧情。突然，他皱起了眉头，丢掉了手中的食物和钢笔。窗外照入的月色越来越浓，越来越红，福尔斯的表情则越来越痛苦。每当满月，他都会听见那让人疯狂的呓语，扑通，他跌下了沙发，身体扭曲的在那里挣扎着。过了一阵，他唰的抓下了一大把头发，可这样的疼痛却没有缓解他脑袋快要炸开般的症状，没有平复他想要一刀结束自己生命的躁动。又来了，福尔斯痛苦低语，双腿抽搐着绷直。他非常艰难地诵念出自己信仰的那位神灵的尊名，想要获得救赎。伟大的蒸汽与机械之神，您是本质的化身，您是工匠的保护者，您是技术的光辉。一遍遍诵念里，福尔斯的痛苦始终未得到减弱，反而越来越强烈。砰！他剧烈翻滚之中，不小心将茶几撞倒了，上面的书籍由此散落于了地表。再也难以忍耐的福尔斯疯狂地用指甲抓挠起茶几的木腿，抓出了一道又一道的深痕，抓出了让人牙酸的吱嘎吱嘎声。啪！他的指甲硬生生折断了，他的头发在诡异的变长。此时此刻，福尔斯感觉自己今晚就会失控，就会变成怪物。他刚才已经诵念了好几位神灵的尊名，但都未得到拯救。要死了，我要死了！他扭曲翻滚着，忽然看见了一张写着古赫密斯语单词的纸，那是修从鲁恩王国贵族史里发现的神秘咒文。他的默念甚至招惹来了疑似邪灵的存在，哪怕邪灵只要能帮我，我都愿意接受。福尔斯脑袋已不太清晰的闪过了这么一个想法，他挣扎着望了过去，用尽全身力气的小声念叨：不属于这个时代的愚者，灰雾之上的神秘主宰，执掌好运的黄黑之王，救救我，救救我！第84章满月的呓语。克莱恩刚披上双排扣长礼服，拿起半高丝绸礼帽，往门口走去，忽然听见了层层回荡的虚幻祈求声。谁？他微皱眉头，侧耳倾听了一下，但只能确认祈求者是一位女士，而且嗓音断断续续，似乎蕴藏着极大的痛苦。想着也没什么特别紧要的事情，新晋魔术师克莱恩随手一扔，让半高丝绸礼帽又准确无误地挂到了衣帽架上，自身则返回卧室，逆走4步，进入巍峨雄伟的宫殿。这一次，他没有看见哪颗虚幻星辰在膨胀和收缩深红色的光芒，但古老而斑驳的青铜长桌尽头，愚者座椅的侧方，有明澈的光华在一圈圈荡开。非塔罗会成员的祈求，还是那位有头微卷褐发的女士？克莱恩有所猜测的坐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上。因为他已经取空了不记名账户里的钱，所以他没怀疑有谁在企图窃取他的财富。往后微靠，克莱恩左手一点，蔓延出灵性，触碰向了那荡起阵阵涟漪的光圈。四周的场景豁然变化，他看见了翻倒的茶几、倾斜的沙发、满地的书籍和纸张。
以及一位垂死挣扎般的鹤发女士。与此同时，克莱恩听清楚了对方的祈求，不属于这个时代的愚者，灰雾之上的神秘主宰，执掌好运的黄黑之王，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看他的样子，有些像失控了，头发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长，皮肤的角质层已经蒙上了一层邪异的白芒。我怎么可能救得了？克莱恩仔细观察了好几秒，相当为难的自语了一句。就在这时，他从那位女士饱含痛苦的祈求声里分辨出了一丝微弱的虚幻的不明显的呓语。对，呓语，这类同于进入灰雾之上前的恐怖呓语，但感觉却一点也不疯狂，一点也不邪恶，并且不蕴含明显的恶意。看来这位女士接近失控的状态是因为听见那呓语导致的，如果不再听见，是不是就能平复和好转？克莱恩若有所思的将手伸向了不断荡出涟漪的光圈，紧接着他任由自己的灵性疯狂外涌，建立起了稳固的神秘的联系。晋升为魔术师后，他的灵性充裕了许多，这方面的负担相应就小了不少。福尔斯的脑袋愈发的迷糊，感觉自己的思绪就像煮沸的开水一样，不断冒着气泡，想要冲开头部的束缚。我快死了吗？我不要，不要变成怪物。他脑海内刚悲哀的闪过这么一个念头，潮水般的痛苦就淹没了过来。突然，他一下清醒了，之前深切入骨的痛苦、烦躁、疯狂和绝望，似乎压根儿不存在，只是一场幻觉。今天这么快就撑过去了，血月的时候不都是有延长吗？福尔斯疑惑的睁开刚才不自觉闭上的眼睛，看见自己的下方是无边无际的灰白雾气，身前则有一张古老斑驳的青铜长桌。这是哪里？他愕然四望，看见了一根根高耸的石柱，看见了石柱撑起的巍峨宫殿。紧接着，他发现青铜长桌的最上首有一道被浓厚灰雾包裹着的，似乎在俯视着一切的神秘异常的身影。这是什么地方？他是谁？福尔斯警惕戒备的再次于心里发出疑问。旋即，他想起了自己刚才做的事情。他在极度痛苦之下，诵念了修从鲁恩王国贵族史里找出的那段神秘咒文。一次指向某个邪灵的神秘咒文，不只是邪灵，它竟然能让我暂时摆脱那可怕呓语的侵害，而且把我拉入了这奇怪的世界。福尔斯强忍着内心的恐惧，半起身行了一礼道：“请问您是？”就在这时，他忽然记起了咒文的具体内容，脱口而出道：“你是愚者。”先生，您是愚者阁下。克莱恩微笑颔首道。直接称呼我愚者先生就行了。说话的同时，他发现福尔斯坐的那张椅子背后，璀璨群星构成的象征符号和神秘花纹正在飞快变化。短短1-2秒的功夫，那里就勾勒出了一扇内部层层叠叠的门，由无数虚幻的同类重合而成的门。克莱恩一看到这象征符号，就瞬间联想起了罗塞尔日记里提过的门先生，对方会在满月的时候靠近现实世界，发出求救的呼喊。难道刚才的呓语和门先生有关？今天是血月之夜，属于满月的加强版。这位女士对应的是门，之前那位修小姐座位背后的象征符号则类似于审判之剑。克莱恩微不可见地点了下头，他就此确认了一点情况，那就是一旦建立了稳固的联系，而对方又属于非凡者，相应座位背后的象征符号就会随着对方的实际情况出现变化，并非一定要加入塔罗会，定期来到灰雾之上才行。这个时候，福尔斯心里却掀起了惊涛骇浪。愚者，果然是愚者，那段尊名果然指向着一位强大存在。他要做什么？会不会让我用灵魂进行交易？至少这比在那可怕呓语中失控好。我算是捡回了一条命，之后不管怎么样都等于赚到。他思绪纷呈之间，突然听见那位愚者先生含笑问道：“每次满月的时候，你都会听见不知来自哪里的呓语？”他怎么知道？福尔斯愕然望去，呆愣的回答道：“是的。”话音未落，他猛然想到了一个可能，脱口追问道：“您知道那呓语的来历？您知道是谁在侵害我？您知道该怎么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吗？”那是一个迷失于黑暗里、困在风暴中的可怜虫。克莱恩本打算用这很能塑造自身形象的话语回答，可想了想后，又觉得自己无法肯定眼前女士听见的呓语确实来自门先生。为了不出错误，为了将来不丢脸，他略过了对方的问题，含糊笑道：“他未必想伤害你，也许
他只是在向你求救，所以一语才不含恶意，不疯狂，不邪恶，向我求救。可是那一语让我越来越接近失控，如果不是您帮助了我，我现在或许已经变成怪物。福尔斯难以置信的反问道。克莱恩笑了笑道，那是因为你太脆弱了，我太脆弱。福尔斯又错愕又茫然。克莱恩略略解释了一句，你的生命层次和对方差得太远，也许他只是正常的呼吸，带起的风暴就能将你撕成碎片，也许他只是看了你一眼，你就会当场死去。当然，他如果刻意控制本身的力量，也不是不可以与你正常交流，不过他的声音也许得穿过层层阻碍才能到达你的耳朵。刻意控制往往意味着呼救失败，呵呵，我是说，假设他在呼救生命层次相差太远，看我一眼，我就会当场死亡。福尔斯听得一愣一愣，好半天才挤出笑容道，这让我想起了一句话，不可直视神。克莱恩微笑看着他，没做正面的回答。难道那可怕的一语真是来自接近神灵的存在？愚者先生可以帮我排除对方带来的影响，并且始终在以一种相当平淡的口吻谈论这件事情，这是否意味着他和那位存在的生命层次等同？福尔斯越想越是震惊，身体出现了止不住的战栗。克莱恩等待了几秒钟，转而问道，每次满月的时候，那一语会维持多久？3到5分钟，如果是血月之夜，会超过7分钟。福尔斯收敛思绪，老老实实的回答。听到这里，克莱恩越来越觉得那一语的主人就是门先生。他暂时按下这件事情，微笑说道，再过几分钟，你就可以回去了。解决问题的方案只有一个，那就是让自己的生命层次得到提升。福尔斯犹豫了下道，每当遇见满月，我是否可以诵念您的名？我会做您的虔诚信徒。不需要。克莱恩含笑摇头，不过我不介意顺手帮一帮你，真是太感谢您了。福尔斯虽然怀疑自己是在和邪神做交易，但他再也不想经历类同于先前的那种痛苦噩梦了。确定好这件事情，他放松了许多，注意到青铜长桌周围还有许多座位，于是试探着问道，愚者先生，您这里似乎还有别的人经常往来？不，也许不一定是人。福尔斯默默补了一句。克莱恩态度轻松的笑道，是几位和你差不多的人，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被我拉入了这里，他们希望我能定期召开聚会，进行配方的交易、材料的买卖、消息的交换和任务的委托。我答应了他们。福尔斯听得怦然心动，想着自身已经陷入，于是大胆问道，愚者先生，我能加入这个聚会吗？可以，每周一下午3点，排除掉干扰。克莱恩微笑指了下青铜长桌表面突然巨现出来的纸牌道，他们决定以塔罗牌的名称为各自的代号，你可以自行挑一张，以下已经有主人，不能选。福尔斯点了下头，边饶有兴致的洗牌切牌，边嘟囔了一句，让命运来安排我的称号吧。很快，他抽出了一张牌，看了眼道，魔术师。第85章，又一起。躺在客厅地上的福尔斯睫毛抖动了几下，眼睛缓缓睁开，看见窗外明月高悬，宛若攒满赤灰的圆盘，往日轻薄朦胧的绯红之纱则尽数变成了浓郁的血光。我没死，没失控，刚才不是在做梦，真有一位神秘强大的愚者先生拯救了我。福尔斯翻身坐起，检视自身，发现除了头发有变长变密些，其余部位并不存在别的异常，但与之前相比，我的人生已经完全不同，也不知道这是好是坏。无声自语中，福尔斯就那样抱膝坐在地面，怔怔出神，时而彷徨，时而忐忑，时而心酸，时而茫然。灰雾之上，克莱恩望着背后象征符号为层层叠加之门的椅子，若有所思的低语道，不知那一语究竟蕴含着什么信息，等他有了序列7或者序列6，应该就可以抗衡负面影响，听清楚一语的内容了。如果他还没掌握扮演法，就让正义小姐他们帮我教导。我以圣物为凭依，对女神发过誓，不能在不懂扮演法的人面前提类似的事情。等我晋升序列5，成为密偶大师，也许可以借助相应的仪式和这片神秘空间的特殊，远程操纵他，直接看见他看到的场景，听见他听到的声音，那样就可以确认是不是门先生了。这可是一位见证了第4纪历史的先生，年龄很可能比活了1世又1世的阿兹克先生还要大，也不知道他的实力和层次相当于序列几、2，甚至1。考虑了一阵，他感觉到灵性的不稳，忙坠入灰雾之中，回到现实世界。这是刚晋升没多久的正常现象，所以克莱恩放弃了出门的打算。
耐心在家里做冥想，收束散逸的灵性。清晨时分，福尔斯乘坐最早那班蒸汽地铁返回了圣乔治区，然后转乘公共马车，抵达了他和修现在住的那个2居室房间。刚开门进入，他愕然发现往常会睡到很晚的修在那里烤面包片。昨晚突然有血月，弄得我都有点没睡好，很早就醒了。福尔斯，你没怎么样吧？那奇怪的抑郁有没有变强？修抬起脑袋，关切地问了一句。福尔斯的视线突然模糊，他扭头望向旁边，挤出笑容，用惯常的打击对方的语气道：你脑子呢？我不是说过吗？血月的时候，抑郁肯定会变强，但这对我没有任何影响。没有任何影响。你看我现在多精神。哎，给我也烤一片面包啊！你不是不爱这种吃法吗？修理了下自己的金色短发，小声咕哝了一句。完成初步的复仇，并获得了晋升的克莱恩一觉睡到了天明，悠闲的出门买了份费内波特面当早餐，并配了个迪西馅饼，外带了一杯甜冰茶。满足的享用完美食，他放下刀叉，拿起报纸，心情非常放松的开始阅读。一眼扫过，他发现塔索克报的头版头条写着血月之夜，杀人魔再现。又来了。克莱恩忙翻了下其他报纸的头版，看见了不少类似的标题。真正的第11起，警方束手无策。冷血杀人魔再次对警方做出挑衅，恐慌的气氛正弥漫于贝克兰德。这职业者和待罚者们肯定都很头疼吧？克莱恩在心里由衷的感慨了一句。老实讲，他很有抓出那个凶手的冲动。在地球的时候，没有能力的他，时常也会幻想一下自己主持正义、惩罚邪恶的场景。而如今，身为序列期的非凡者，克莱恩觉得不做超级英雄，简直对不起过去。哎，可惜这件案子已经得到高度的关注，我再掺和进去，不是等着暴露身份吗？做人还是要有理智。而且，按照太阳同学的说法，凶手很可能正处于序列6升序列5的阶段。获得了那么多法术和类法术能力的我，虽然不会怕他，但也未必能抓得住他，风险较高。思前想后，克莱恩还是选择遵从内心最强烈的想法。做一位普通市民，他相信以几大教会的实力，凶手如果再继续作案，被抓住的可能不小。翻完相关的新闻，克莱恩又瞄了眼贝克兰德早报，发现第5版再次出现了恩斯特商行收购货物的广告。明晚8点有聚会，正好可以把精灵之泉的水质结晶卖给药师。克莱恩边嘀咕边记忆着所有报价的前面4个数字。大半个小时之后，他看完了面前那叠厚厚的报纸，认真思考起自己将来的计划。长期计划是晋升高序列，成为半神半人的强者，并谋划向因斯赞格威尔复仇的事情。中期计划是找到扮演魔术师的方法，逐渐总结出相应的守则，一点点消化掉魔药。这个过程里，搜集无面人需要的人皮幽影特性、深海那家头发、千面狩猎者脑部异变垂体和血液，以及怎么去除物品内邪神精神污染的办法。序列6层次的非凡材料，每件在1500磅左右，真贵啊！另外，获得一件偏攻击或控制的神奇物品。魔术师虽然很强，但非凡能力更多集中在保命、逃跑、适应环境上，最强的攻击也就相当于特制的左轮手枪。只是胜在出其不意，而且也缺乏控制敌人的手段。短期计划等等得去裁纸捡人，为能力的发挥做好准备。下午去趟马戏团，既当做放松和娱乐，又通过观摩普通的魔术师表演寻找扮演的灵感。我看报纸讲，贝克兰德有好几个固定的马戏团。理清思路后，克莱恩当即收拾餐盘，清洗刀叉，投入了忙碌的准备工作里。临近中午，他放下剪刀，看着面前较为粗陋的3个纸人，叹了口气，小声嘟囔道：这大概是我前后2辈子第一次这么认真做手工活。还好，只是剪纸人，不是剪窗花，不是做刺绣，有个人形就可以了。要不是双手已经变得灵巧，我今天恐怕会失败。克莱恩刚才已经用额外的纸人试过能力，确认无误，将纸人折叠，藏入一叠便签后，克莱恩收起它们，放入了衣兜。就在他准备出门去较好的餐厅享受美食，然后到最近的马戏团观看表演时，门铃突然被拉响，叮当叮当的声音悦耳回荡。委托，我刊登的广告应该快下架了吧？
克莱恩穿着领口笔挺的衬衣和材质薄而暖的毛衣，来到门边，握住了把手。与此同时，他脑海内自然浮现出了访客的形象，那是一位年近40的男子，身体相当肥胖，站在那里都显得颇为吃力。他的眼睛被脸上的肉挤得很小，皮肤粗糙但很白，手里杵着一根绅士杖，头上戴着顶非常高非常大的礼帽。虽然10月的贝克兰德已称得上寒冷，但这位男子的额头却明显有汗水在滑落。他的身旁还有2位穿鲜红外套的侍从，正一左一右的扶着他。不认识，克莱恩嘀咕了一句，在自身灵感未有反应的情况下，打开了大门。中午好，这天气可真热啊！肥胖的中年男士掏出手绢，擦了擦额头的汗水。他说话的同时，一阵寒风吹过，吹得他旁边的2位侍者颤抖了几下。中午好，请问您有什么事情吗？克莱恩礼貌问道。你是夏洛克·莫里亚蒂侦探吧？我有事情想委托。那中年男士勉强笑道，忘记自我介绍了，我是洛哥·卡罗曼。一位珠宝商人请进克莱恩笑笑让开了道路。洛哥·卡罗曼脚步沉重的入内，一屁股坐到了沙发上，让那个有些年头的家具发出了抗拒的呻吟。具体是什么事情？克莱恩拿出一枚铜便士，熟练的让他在指尖翻滚和旋转。洛哥叹了口气道，我想请你保护我的孩子到明天下午，他惹到了一些疯子，直到明天下午。你找到解决的办法了？为什么不报警？克莱恩语速不快不慢的问道。洛哥默然了2秒道，亚特鲁认识了几位坏朋友，被他们领着做了些不好的事情，不算太严重，但也会进监狱的那种，不是实在没有别的办法。我不想报警，他最近和那些坏朋友闹翻了，整个人突然就崩溃了，一直嚷嚷那些人要来杀他，我很担心，所以找安保公司请了6位资深的安保人员做外围的警戒，然后又雇佣了4位私家侦探，轮流跟着亚特鲁，哪怕睡觉也在旁边看守，但其中有位侦探家里突然出了事情，需要明天下午才能返回，我只好临时再请1位，很抱歉，只能雇佣你1天，报酬10磅，如果遇到危险，我会额外再加，绝对会让你满意。这样啊，1天10磅，相当于隔壁萨默尔先生1周多的薪水了。克莱恩从对方的情绪颜色里初步确认他没有撒谎。客厅内短暂的沉默里，他手指间不断翻动的铜便士突的跃起，又铮的一声落在掌心。克莱恩瞄了一眼，曲起5指，微微笑道：成交。